人类方的军师出现，能否替人类找到存活的一丝希望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基林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万老师的新作《天敌抗战记》第5话。上回我们说到，13个平行世界的人类为了抵御这融合而来的混沌世界，展开了一场作战会议，将各自世界的天敌情报进行了共享。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，哈洛提出了引发天敌间内斗的办法，让大伙儿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正如哈洛他们所想，从世界交融开始的那一刻起，怪物间的争斗就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。魔王军的本土领地遭到了巨人族的入侵，当然是群起而攻之。巨人族身材魁梧，但毕竟势单力薄，很快就被魔王军围殴致死。这便是天敌间相互克制的表现。回到人类方据点，集结了13个世界人类代表的作战会议还在进行着。在听完众人对各自世界的天敌情报后，泽比将事发状况再次梳理了一遍。首先是他和哈洛所在的魔世界，人类因为魔族压倒性的力量而濒临灭绝，为此他们开始向其他世界的人类寻求帮助。为了将整个异世界都召唤而来，他们采用了大规模召唤魔法阵。但按照其他人的说法，在同一时间，位于不同世界的人类也用了类似的办法。就比如凯拉他们只是发动了异次元传送阵，怒神界的表示他们只是祈祷了一次而已，暴绿界则是受到了火山爆发的影响。总之，目前看来是这些能量跨越的次元相互吸引，最终才导致了数十个世界融合到这一颗星球上来。泽比几人谈话的同时，在魔王军一边，刚以人数优势战胜了一只落单的巨人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头顶上就出现了更多魁梧的巨人，其中有2的身影甚至拿着权杖和狼牙棒，眼里不怒自威，看来应该是巨人族里的首领之类的。再回到人类会议上，就在此刻，那怒神界的人突然抱头哆嗦了起来，嘴里喃喃道：完了完了，果然就不该和神作对啊，我们彻底完蛋了，我们惹怒了神，没有人能够幸免。听着他的喊叫声，一方大胸界代表名为正义的人吐槽道：既然说神，果然无论哪个世界都有宗教这种东西呢。身旁的同伴提醒道：人人都有信仰的东西，别这么随便叫别人。听着那人越说越撕心裂肺，泽比让魔导师队友帮帮忙。名为瓦利的魔导师对其使用的精神镇定的魔法，终于让其情绪稳定了下来，知道自己刚才失态了，连声向大伙道歉。这时在一旁看完全程的新虐界代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，作为天敌是新人类的他们，很羡慕怒神界的能有相信和寄托的对象，如果在他们的世界也有神，有值得信仰的存在，他们兴许就能获得救赎呢。感叹完后，回顾正题，他询问起泽比，他刚才谈到的让天敌间互相争斗，具体是打算怎么做呢？对此其他人也很好奇，既然有这样的想法，那肯定有合适的方案了吧？可谁料泽比沉思片刻后突然开怀道：大家来一块想想吧。原来说半天就是个随口空谈，这态度终于是激怒了巨人界的大块头，拧起泽比就怒骂道：妈的，你在耍我们是吧？从刚才起就一直说什么魔法，这种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。这鲁莽的行为又为一旁的正义吐槽道：看那个体型都不像是人类了，冷静点，对现状感到害怕这点大家都一样。害怕？你说谁害怕呢？这时哈洛抓住了他手臂：可以放开我哥哥吗？你以为你谁呀？瘦猪肝。话音未落，大鬼头突然感受到哈洛的力量奇大，跟钳子似的指住了他往上的劲儿。放手！看着2人较上劲儿了，那巨人族另外2成员都意外道：竟然有和帕加不相上下的力量，还挺厉害的嘛。身后的大鼻子让帕加赶紧住手，泽比也让哈洛先放手，这才让气氛缓和了下来。我明白你为何发怒，但我们都是同伴，这种时候不该内讧的。大会的帕加头一扬，不屑道：谁跟你们是同伴啊？话音刚落，就是当头一棒，大妹子让他该消停点了。妹子叫萨摩，大鼻子叫布拉，替帕加向众人道歉。他们跟其他人类比起来，确实要血气方刚一些。其实帕加一开始就不爽这个提案，要让敌人互相打起来，他哪里干得出这么窝囊的事儿？一听这话，哈洛将他之前说的话原话奉还：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过魔族，才说得出这种话。我看你也不知道，和我们战斗世界的巨人族是怎样的怪物。话音刚落，就被身后的布拉拆穿道：所谓战斗，其实并不恰当。帕加正要阻止，就被泽比一语道破：是陷入劣势了，对吧？我明白的。帕涅更是直接：什么劣势？把只是压倒性的惨败吧！气得帕加差点又要爆起。就在萨摩的棒子也举了起来时，突然间会议室的门打开了。你在忙吗，泽比？男人正是魔导师第1班成员鸠塔，在鸠塔身后有一支服饰熟悉的队伍。泽比赶忙上前来招呼，看到队友能平安回来，很是高兴，正好邀请他们一块来参加会议。一听是作战会议，身后队伍里的领头人开口了：作战会议，你们有想到能让人类活下来的可能性吗？看见来人后，凯拉突然脸色一变，冲了过去，嘴里惊呼道：格拉斯普少将！凯拉小队整齐敬礼，向少将报告了小队信息。没错，此人正是凯拉所在的激律界反机动战线的少将格拉斯普。
见到少将能平安无事，凯拉很是高兴。但询问其总部情况时，少将却回应道已经联系不上了，他所在支队也遭到机器人以外的怪物袭击，数千名士兵只剩下了他们这些人。当他们在陌生的森林里徘徊时，被这些魔导师队伍带回了这里。了解完大致情况后，泽比凑了过来，向凯拉询问起这少将的身份。凯拉解释道，格拉斯普少将曾在和机器人的战斗中立下无数功劳，在他们的世界是被视为英雄的指挥官。一听这话，泽比就舒坦了，原来是军师啊，那还是把会议交给你来主持更合适呢。凯拉小声提醒道，语气要尊重一点。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。全场一致的安静，片刻后才有人表示可以吧，没啥不好的。哈洛和帕涅也赞成，表示那就交给你了，大叔。凯拉再次提醒，语气要尊重点。凯拉，把阶级忘了吧，我军已经解散了，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互相合作才对。如今我已经不再是少将了，那个小家伙说的没错，我只是个大叔而已。呵呵，既然少将都这么说了，凯拉只能无奈的接受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由我来指挥吧。现在是什么状况了？到这里就是《天地抗日记》第5话的全部内容了。相比起前几话，这一话明显要短小一些。从本话标题也能看出来，似乎将作战会议分为了前后2篇，从人类方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各个世界的构成和天地的情报。这一话也新增了少将角色，作为人类方的军师。下一话估计便是制定如何应对天敌的计划了吧。另外，本期的漫画杂志封面是《天敌抗日记》的精致彩图，即即将在4月7号发售的守军单行本预热。预祝万老师的新作能有个好销量，那他就更有干劲，把时间放在这新的故事上了，指不定这又是一部新时代巨作的诞生呢。好了，那么喜欢该系列的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